英国议会及英联邦议会联合会3月中举行新民思研讨会，去年11月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出席。香港立法会管委会随后选择议员李子敬和简慧敏为参会代表，并通知英方，当26号，英联邦议会联合会英国分会发声明，以所谓的香港情况恶化为理由，撤回相关邀请。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发表声明表示，英联邦议会联合会英国分会撤回对香港立法会议员的邀请，显示他们并不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基于一些政治偏见或道听途说，贬损和排挤香港。我们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特区立法会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所谓研讨会。受邀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批评英方决定非常草率，做法儿戏。他称，由发出邀請至今，香港制度上没有新改變，法治指數還排名前列。英方此舉意圖污蔑香港的良政善治新局面。若然咧，你覺得香港而家咧嘅制度係唔理想嘅話，咁點解你唔借呢一個機會去同我哋去了解下，究竟而家實際嘅狀況係點樣嘅呢？點解唔係了解完之後先至批評或者評論呢？嗱，英國咧成日都話要聆聽香港嘅聲音啦，咁點解佢哋要偏聽唔聆聽我哋呢邊嘅聲音呢？英式嘅民主其實係咪就係假民主？李子敬指出，英方宣稱的交流原來是不敢交流，撤回邀請是主辦方的損失，不是香港的損失。此次主辦方撤回對香港立法會的邀請，是對香港制度的抹黑和詆毀。那這樣一種否定呢，其實顯示了英國在民主價值觀上的這個偏狹。也顯示了英國的干預主義的習慣。英國抱殘守缺，仍然以一種這個自我中心主義的殖民化的民主法治價值觀去評判看待香港民主法治的發展和變化，就說明英國存在非常嚴重的知識的缺陷和政治的偏見。這種缺陷和偏見呢，會嚴重的影響到英國對外部世界，特別是中國這個發展的這個正確的理解和接受。深圳衛視注意到，李子敬獲邀後曾在香港門匯報撰文，表示希望透過國際交流活動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以及香港的最新發展，並視為一個學習及交流的機會，將以事實盡力駁斥西方政客的不實輿論，爭取國際社會更多正義力量支持，吸引海外投資者擁抱中國機遇、香港機遇。李子敬為新民黨新界東北選區議員。去年，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面對主持人以抹黑的誘導性提問挖坑，他全程高能硬剛主持人，令外界印象深刻。I was wondering to myself whether you would use the word democracy, and I noticed you didn't. So any pretense that Hong Kong was moving to a more democratic, pluralistic system, that's been abandoned, has it? I don't agree with what you said at all,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look at democracy,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systems. The democracy and a lot of people, it does not just represent election politics, if that's what you're referring to. In China, we practice what we call whole process democracy, which democracy is in every stage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election is one part of it, one big part of it. 事实上，英国近年来多次在香港问题上说三道四，恶意抹黑、诋毁香港的发展，妄图插手香港事务。从2016年2月起，英国政府发布所谓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对香港事务妄加评判，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本月中旬，英国政府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外交部批驳英方年复一年发布所谓报告，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敦促英方正视历史大势，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方发表的所谓香港半年报告，指报告中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下的香港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特区政府再次敦促英国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涉香港特区的事务。英方对香港回归的不甘心还表现在操弄所谓 BNO 护照问题上。从2021年，英方实施所谓 BNO 护照新政策，蛊惑一些香港人去英国工作生活。有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英方设计出来想吸金和挖走香港人才的策略，但一直被批评缺乏对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的关怀措施。舆论也频频曝光，一些人过去后遭遇失业、歧视等多种不幸。